日本打算同意美国在其境内部署中程导弹，严重威胁中国统一大业。我们需如何应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这几天，拜登政府因为中国的一个流浪气球被搞得焦头烂额。其实，影响中美军事安全竞争的另一个大事件被很多人忽略了，这就是美国在中国周边增加军事部署的动态。美国与菲律宾刚刚达成协议，增加4个可临时使用的军事基地，而且这些军事基地都靠近台湾岛，证明美军正在推进印太综合威慑战略。美国的目标是通过塑造中国周边的对美国更有利的军事态势，以阻止中国可能发起的武统行动，并达成长期维持美国霸权的目的。菲律宾只是同意增加美军可以临时使用的基地，而非永久性基地。比之更敏感的是，日本政府已经打算同意美军在其境内部署陆基中程导弹。根据美军的计划，将在第一岛链建立起攻击性的武器系统，从而获得对解放军的快速打击能力，并以此形成强大的威慑力。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如果美日开始正式谈判，日本政府打算考虑在其境内部署美国的岸鹰高超音速导弹和陆基战斧式巡航导弹。日本的消息人士称，部署的地点很可能是九州岛和其他地方。在过去的3-4年中，华盛顿只在非正式谈话中提出过这个问题。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在今年1月份的日美领导人峰会上和两国2+2会谈上都没有正式提出部署中程导弹的问题。主要原因是日本对允许美军部署导弹问题仍未得出结论。日本过去不同意美国部署陆基中程导弹，主要是害怕遭到中俄强力反对。当前俄乌冲突让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陷入冰点，日方还在积极成为美国军事对抗中国的桥头堡。日本政府也计划发展同类型的武器。从去年12月起，日本在防务政策上开始转变，通过了3份防务和安全文件，大幅度增加军费，占比高达 GDP 的2%。日本计划从美国采购战斧式巡航导弹，并且自行研制射程将近1000公里的武器。所以，日本允许美国部署陆基中程导弹的可能性非常大。过去，美国未正式提出在日本部署，主要原因是时机不成熟，因为这2种导弹都未研制成功，并批量列装部队。而现在呢，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对于美国来说，只有在中国的家门口部署了陆基中程导弹，才能大幅度地降低在常规陆基中程导弹领域与中国的差距。其需求非常迫切。现在的问题是，一旦美国在日本部署了陆基中程导弹，中国又该如何应对？首先，我们必须直面一场陆基中程导弹的军备竞赛。美国之所以急着退出中导条约，无非就是担心受到中国东风快递打击的威胁。美军在常规战争中没有获胜的机会，所以不管中国愿意不愿意，美国在日本部署陆基中程导弹迟早会成为现实。中国直面中程导弹军备竞赛，要从装备数量和质量上全面压制美日的中程导弹，我们完全有这个实力和能力。其次，要降低陆基中程导弹对中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影响。在技术层面，做好防御战斧巡航导弹的准备非常重要，包括加强建设空天预警网络，打造多层火力防御网。在防御高超音速导弹问题上，中国与美国一样，目前都没有太多的办法，但可以选择先发制人和后发制人的打击手段。此外，中国还需要发展能够逼近美国的移动式的常规导弹发射平台。美军将导弹部署到中国的家门口，这本身就是一种地理上的战略优势。如果中国未来能够大量装备拥有潜射型中远程巡航导弹的攻击核潜艇，同样可以威慑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和本土上的军事基地，从而让美国在日本部署导弹的威慑力进一步降低。中美在陆基中程导弹领域的竞争正在展开，
日本允许美军部署中程导弹，将是一个重大事件。中国可能对此无法阻止，但是完全有办法让日本变得更加不安全，将更多的美国驻日军事基地纳入中国常规导弹的打击范围。中美在中程导弹领域有可能会形成恐怖平衡，但由于靠近中国家门口的美军基地数量有限，便于集火打击、全面覆盖，最终的竞争结果有可能是中国获得压倒性的优势，因为中国完全有这个实力。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